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震惊国际的突发态势。美国总统唐纳特朗普突然语出惊人，向中共发出了他上任以来最强烈的警告。他罕见地使用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直接把中国称作充满敌意的贸易伙伴，等同于敌对国。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北京也出现了异常紧张的氛围，有人形容当局仿佛进入了战时状态。更让外界侧目的是，习近平亲自出马，频繁出现在一线主导应对。难道美中之间真的剑拔弩张，将要展开一场全面对抗吗？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同抽丝剥茧，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倒回2025年4月初，4月2日，美国白宫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发布会。特朗普高调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所谓对等，指的是美国将根据他国对美关税水平进行对等报复。这一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当天美国股市应声暴跌，投资者恐慌抛售美国国债，就连美元的避险魅力都受到质疑。人们担心，一场恶性贸易战恐怕要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黑暗深渊。特朗普宣称对等关税是为了缩小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迫使制造业回流。比如美国指控中国长期对美产品征收高关税，因此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相同税率的关税。结果美方一口气把针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提高到令人瞠目的 145%， 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过去贸易战时的 25%，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高关税。对其他国家，美方则设定了一个统一的基准税率，暂定为 10%。 也就是说，若某国对美关税较低，美国就按这个基准税率收他们的商品关税，而像中国这样被认定美关税高的，则适用惩罚性加码，一下子被推高到几倍于基准的天价关税。这套多层次的关税体系迅速上路，剑指中国等美国眼中的不公平贸易对手。特朗普的这一关税策略在美国国内外均引发争议。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对等关税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打击中国，也会伤害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让美企成本上升。美国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盟友对此也颇为不满，一时间美欧贸易关系也出现嫌隙。美国此番关税大棒挥舞得又猛又急，立即引发了中国的强硬反击。仅仅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2天，4月4日，北京方面快速出招。中国商务部宣布对7类关键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稀土是制造先进武器和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的原料，中方这一步可谓抓住了美国的命门，直接釜底抽薪。美国军工行业一时间如坐针毡，许多防务专家惊呼，中国此举简直是直插美国军工产业的心脏。要知道，美国许多先进战机、无人机、导弹系统都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的稀土元素，如果稀土供应被卡脖子，美国的军工生产线可能面临瘫痪。美国相关企业开始紧急清点库存，有的公司老板坦言，我们的原料储备恐怕撑不了几个月。美国国防部也对这一情况高度紧张。据悉，五角大楼已紧急要求各军种清点战略物资，评估如果中国全面切断稀土供应，哪些武器装备会因此生产受阻，并考虑增加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的稀土采购，以备不时之需。这还不是全部，中国官员在外交场合也提高了调门，强烈谴责美国的关税霸凌。4月初，中国外交部甚至发布了一支中英双语视频，辛辣地讽刺美国滥用关税政策是在打盟友的耳光，割世界的韭菜。言下之意，美国动不动加关税，不仅伤害中国，也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把全世界当成了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北京方面放话称，有中国在，天塌不下来。这种强硬且带有宣传色彩的表态，既是说给国际听的，也是稳住国内民心。毕竟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中方需要展示出不畏战的姿态。果然，过了没几天，习近平也亲自站到了前台。4月11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西班牙首相时，首度公开对这场关税风波发声。习主席明确表示，打关税战没有赢家，同世界作对只会孤立自己。他强调，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始终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不靠谁的恩赐，更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
这番话既是对美国喊话，也是在向全国表明态度，我们不想打贸易战，但也绝不害怕打，而且有信心挺过去。有人解读说，习近平这是在要求全国上下发扬斗争精神，做好迎接最坏局面的准备。对中国而言，特朗普挑起的关税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摩擦，而是一场需要举国齐心协力的长期斗争。北京的官媒和智库纷纷响应这一调门，甚至形容中国正进入战时状态，号召各行各业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就在习近平表态同一天，美中关税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政府突然以极低调的方式宣布，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半导体芯片设备等20类电子产品暂时豁免适用对等关税。消息11日深夜偷偷放出，既没有白宫记者会，也没有高官阐述，好像生怕人注意似的。这种大张旗鼓加税、偷偷摸摸豁免的反常操作，立刻引起各方猜测。很多人纳闷，美国这是唱的哪一出？前脚刚喊打喊杀，后脚就自己拆台。原来这背后另有盘算。美方虽然宣称豁免，却并非真心实意放一马，而是玩了一手税栏转换的花招。所谓税栏转换，通俗点说，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关税篮子挪到另一个篮子里。在这次操作中，美国是把电子产品从对等关税这个高税篮子移入另一个关税篮子。那么换到哪个篮子呢？美国官员解释，这一批电子产品将改为适用另一项针对中国的关税，根据某经济法案对华实施的 20% 特别关税。简单来讲，原本按照对等关税，中国手机电脑进美国要被征收145%重税，现在豁免了对等关税，表面看似不再挨纳高税，其实只是转到了另一个依然要收 20% 关税的框架下。对中国厂商而言，卖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还是得交税，只不过税率从原先的极端高位稍降至2%，这相当于美国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一边缓解国内反对声浪，一边又不让中国真的占到便宜，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关税大棒的不满声音此起彼伏，许多美国消费者担心物价飞涨，日用品成本骤增，企业界更是纷纷游说白宫，要求停止疯狂加税。连一些共和党大佬如参议员克鲁兹、兰德保罗和前副总统彭斯都公开批评关税政策玩火。华盛顿显然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对影响美国消费者最直接的电子产品开了个口子。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态度转变并不代表软化，反而更显得飘忽不定，捉摸不透。就在豁免消息传出的第二天，特朗普本人立刻发声澄清，强调绝不会让任何国家逃脱关税惩罚。他在社交媒体上强硬表示，我们不会再被其他国家挟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充满敌意的贸易伙伴。这番话等于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带有敌意的对手，措辞强硬程度前所未有。同日，特朗普又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放话，宣布下周还将推出专门针对半导体行业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他的商务部长也出面解释说，对大部分电子产品豁免对等关税只是暂时措施，不久后针对芯片等科技产品的专项关税就会补上，可以说是前门不收后门收。美国政府这套多层次关税组合拳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他一方面想减轻对自身经济和盟友的冲击，另一方面又要对中国保持高压，寸步不让。就在美国这边调整策略放狠话的同时，北京也没有闲着，继续加码反制。4月11日当天，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先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进一步提高税率，从此前的平均 84% 上调至 125%， 实行所谓对等反制。中方放话说，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还执迷不悟，中国也不会再客气。不过中方也表态，自己不会主动再加码关税升级，以免两败俱伤。某种程度上，北京是在向华盛顿展示我们奉陪到底，但也愿意见好就收的姿态，希望美方不要把局势推向不可收拾。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宣布反制的同时，也释放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信号，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把局势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习近平展开了一步大棋，亲赴邻国访问，进行外交突围。4月中旬，习近平启程前往东南亚，首站造访越南。外界注意到，这是习近平2025年首次出访，而且选择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社会主义邻邦。越南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这层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正是北京此时所需要拉拢的。抵达河内后，习近平马不停蹄地与越南最高领导人会谈，高调宣示要构建具有战略意义中越命运共同体。他提到，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双方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传承，共产党领导下的两国休戚与共，携手走过抗击殖民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岁月。这番话明显是在拉近双方的革命情感，强调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当然，情谊归情谊，真金白银的合作更实在。这一次习近平带去了大礼包，中越两国在河内签署了45项合作协议，涵盖供应链、基础设施、贸易、科技等众多领域。其中引人关注的是有关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的协议。越南方面同意考虑使用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修建连接两国的新铁路干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有望帮助越南建设贯通中南半岛的铁路网，进一步紧密两国经贸联系。虽然目前具体贷款金额和细节尚未公布，但越南领导人在会谈中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加大基建投资，希望获得中方低息贷款支援。同时，双方也签署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未来，越南将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深化协作，保持产业供应的衔接。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此番还在航空领域给足了中国面子。就在习近平访问前夕，越南政府批准了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的适航认证，为中国客机进入越南市场扫清障碍。随后，越南一家主要航空公司与中国商飞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计划引进中国的客机投入运营。中国方面一直希望自家的飞机能打入国际市场，而越南愿意成为首批尝鲜的国家之一，无疑被北京视作有益的见证。通过基建、产业、科技等多方面的深度捆绑，中国试图以经济纽带绑住越南，让这个邻国在未来更难与自己切割。然而，北京的拉拢和施压虽然用力，越南方面却也并非全然倒向中国。在台前热情拥抱的同时，河内心中盘算的是如何在中美两大强权之间维持平衡。毕竟，越南的国家利益可谓深陷两强之间。一方面，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越南每年对美出口数百亿美元的商品，经济对美国市场依存度极高。另一方面，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越南的制造业、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很大部分来自中国供应。如果把中国得罪了，越南工厂恐怕就要断炊。可如果让美国不满，越南出口又要受挫。正因如此，越南现在小心翼翼走钢丝，不想偏向任何一边太过明显。事实上，美国最近也在向越南施加压力。由于担心中国商品借道，越南绕过美国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正与越南谈判，要求越南加强对原产地的审查，防止中国商品披上越南制造的外衣再出口美国。美方甚至拟定了一套关税惩罚方案，如果越南不合作，今年7月起，美国将对越南输美商品加征高达 46% 的关税，这对越南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于是，我们看到越南近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讨好美国，比如，越南政府突然批准了美国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服务在越南落地，这被视作顺应美方的地缘战略意图。此外，越南还对多种中国输越产品寄出反倾销关税，并取消了小额电商包裹免税政策，以打击廉价中国商品涌入。这些动作多少让北京不悦，但也显示出河内为了避免美方惩罚而做出的让步。可以说，越南目前正同时接受来自华盛顿和北京的恩威并施，一边是中国拉着自己共建命运共同体，给予经济好处，另一边是美国拉自己加入印太伙伴关系，暗示安全庇护。越南既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也不愿失去美国的订单和技术，更何况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越南对中国还存有戒心，需要美国平衡。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两边都不得罪，尽量左右逢源。
眼下越南政府的策略是，表面上对中美都笑脸相迎，私下里精打细算，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样的戏码，其实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在上演，各国都在中美角力中寻求夹缝求生之道，谁也不愿过早选边站队。其实除了越南之外，印度、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也在中美角力中看到了机会，不少西方资本正加速流向这些国家，寻求替代供应链基地。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产业链将更加多元，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近年来开始将部分 iPhone 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这正是为了分散供应链风险，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回看整个4月，美中之间你来我往的一系列交锋，从关税战到稀土反制，再到外交博弈，俨然构成了一幅大国对抗升级的图景。有评论形容当今的中美博弈是一场新冷战，只不过战场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特朗普突然祭出的超级关税，打破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僵局，将双边经济关系再次推向紧张。北京则迅速亮出关键资源武器，以牙还牙，双方你来我往，不断试探对方底线。这已远不只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可以预见，中美在关税、科技、产业链、资本乃至外交领域的持久对抗格局已经形成。在金融资本领域，美国近来限制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还酝酿禁止政府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市场。中国则严防资金外流，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未来的岁月里，类似的博弈还会此起彼伏。我们或许正在见证21世纪的又一场大国竞逐，其影响将深远而广泛。对普通人而言，这场较量可能意味着买东西更贵了，生意更难做了。对企业而言，供应链也开始重新布局，尽量减少对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的依赖，不得不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对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在两强之间维持自主，避免被卷入对抗漩涡，是一道棘手的必答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